赵老师，然后所有的老师们，还有志愿者叔叔阿姨们，所有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我叫赵云丽，今年26岁，然后来自黑龙江沙山。最近这几天，老师每天给我们讲的都是道德教育，我就用我自己这26年的一些经历，然后来告诉大家，因果是真的。在来之前看老师的讲座，就是有一句话，大概意思是说，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也可以取走我们的生命。可能大家都在想，父母是爱我们的，舍不得我们。我们生病的时候，离家出走的时候，还有自杀威胁父母的时候，就都能看出来他们是怕的不行的，也不能也不敢取走我们的生命。父母是不会，但是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，上天是会取走我们生命的。孝顺和孝敬父母是天德，但是忤逆父母是天都不会同意的。分享一下我的事情，就是我从上小学开始就特别的忤逆，然后我爸说话嗓门特别大，就像喊一样正常说话，稍微大一点声或者是严厉一点，听着就是嗷嗷喊，就跟吵架似的。然后我父母还每天都经常的吵，然后我就感觉我妈是示弱的那一方，然后还没有什么错，就帮着我妈去跟我爸去吵去喊。然后他们吵完之后，可能就是我爸会就是感觉是拿我撒气的那种，或者是在我学习啊，但是大多数都是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我爸就是说那个让我去给他盛饭，然后我直接就回一句，就是你自己盛吧，叫我干啥？然后盛的时候也是不乐意，就这么日复一日的。在我初3的时候就不爱上学了，这个是为啥呢？因为班里的男生就是有一些会就是可能比较讨厌，总是欺负我。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想一下，到底是为什么，就是为什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呢？是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吗？然后是性格不讨喜还是什么呢？但是当时我也没想，就说什么就是不上了。然后我妈问我为啥，我也不说，因为以前跟我妈说过，但是她不当回事儿。然后要么就说这是同学之间闹着玩儿，就是所以在这里也跟那个所有的叔叔阿姨们说一下，这个跟孩子的沟通是特别重要的。孩子说的事儿，家长不要不当回事儿，不尊重孩子，不沟通。这样的话，等出了问题了，或者累积多了就晚了，然后孩子也不爱说了，真正的矛盾点也找不着了。然后当时我妈没有办法，就给我办了休学，然后休学了半年，然后到时候直接去参加中考。然后在这个期间，我每天就是在家玩游戏什么的。其实我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孝的，就不论是因为什么，父母担心害怕，然后为我的未来担忧，这个就是忤逆，就是触犯天条的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果报就来了，我当时是隔几天就特别的头疼，然后当时是以为睡多了躺多了，然后现在才知道就是这个就是天条。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触犯天条，比如像早恋，然后不好好上学，然后对眷属哥哥姐姐心里面不恭敬，然后其中还有就是我妈的心脏病是被我吓出来的，就不是故意的，因为当时是半夜醒了以后不敢自己睡，就去屋里找我妈，然后一到门口的时候，就是我妈就能感觉到有人嘛，然后就一下就吓醒了。多了这么几次以后，我妈就吓出心脏病来了。就是这个病是虽然不是我故意的，但是病是因我而有，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。实际上也已经在那个恶的船上已经积累了。这个时候还有像那个熬夜看小说，然后白天去课堂上睡觉，然后上网吧玩游戏，然后就是也有欺骗父母、欺瞒父母，然后还有邪淫，然后这些林林总总罪业特别多，都是天条，然后积累在一起。在我大概前3、4、5年的时候，就是具体的已经记不清了，然后我当时头疼就更严重了，就2天不疼，第3天就早早的一疼就是一整天。什么时候疼的就是疼到晚上睡着了，什么时候今天算是过去了。然后有的小朋友可能就在想，你疼怎么能睡着，你能睡着还是不疼，但实际这个时候就是已经麻木了，习惯了，因为总疼。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头疼的
受不了，就是躺床上就按着脑袋呀。但是到后面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一边疼一边上班，或者是一边疼一边玩手机干什么的，习惯了这种不舒服，不会影响我的日常，因为头疼就已经是个日常了。然后直到前几年的时候，我司仪接触到咱们这个教育，然后告诉我说是因为忤逆触犯天条，然后教我如何去忏悔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也知道自己不对，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跟我父母发自真心的忏悔吧。然后当天的时候就感觉头轻了很多，就好像就是正常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头沉，但是只有头轻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哦，之前那么沉呢，就好像头里边有特别多的石头消失了。然后在那之后头也不疼了，但是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吧，后面就又开始忤逆了。然后直到我去年自己真的来接触学习咱们这个教育的时候，然后也是多方面的忏悔，然后好了很多。现在就是偶尔会有一点点的疼，因为我真的是还是忤逆。再说说我的恋爱吧，然后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马上要上大学的弟弟妹妹们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个可能对你们会有帮助。我有一份是长达7年多的恋情，对方长得还算不错，然后每天也都可以陪着我、哄着我、供着我，然后每天一起玩，几乎就是他约会的时候，就是他每天要坐2个小时的车，然后去找我约会，因为当时是在北京嘛，特别远。然后约会的时候去吃我爱吃的东西，然后溜达溜达，他再坐2个小时的车回去。每天这样的话，实际上约会他要白白浪费掉4个小时的时间，然后实际上我们2个约会的时候也可能也就2、3个小时、3、4个小时。然后像我想吃的东西特别多，然后我还不想浪费，还都想尝一尝。结果呢，就是会剩很多的饭和菜，这些就是都是他在吃。他那1年给他胖了70多斤。然后像是有吵架的话，也都是他去主动的认错，主动的哄我，然后求我不要生气，不要不开心。然后但实际上不论是谁的对错，其实大多数都是我错，然后他都会就是这么来求我哄着我。然后后面的时候我们又住在了一起，然后他在有时间的时候几乎是每天晚上都会给我做晚餐，然后每天他去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、沏茶倒水，然后养我和2只小猫咪，然后就这么照顾伺候我们3个。然后我呢每天就是上班，玩玩手机、打游戏、玩玩猫。然后我去主动和他吵架，就是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给他立规矩，然后再想让他哄我。然后后来弄得他都是特别小心翼翼的，就这么年复一年，就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其实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就是很多学生时代的恋爱，可能你们就是女孩子啊，可能就是想的就是这样吧。但我想说，这个就是一方面，这个是忤逆，而且它是邪淫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消耗福报的。然后我是用了6年的时间，我把我的福报消耗没了，而且我做的这些都不是普通的消耗，它是成倍的透支和消耗。再之后就是我业力向前了，就是他整个人包括说话呀，然后做法呀，就是会感觉到他变了，然后对我也没有耐心了，也不想再陪着我哄我了。然后在第7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2个感情没有问题，然后不想就是一直这样嘛，在第7年的时候，我们2个就是想用结婚来改变这个困境，然后就是各种备婚嘛，就是也是各种的不顺，从双方的父母到6亲眷属，再到我们日常的相处，然后我们也不想吵架，但是每天至少要吵1架。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我想吵架了，就是必须吵架，不吵架这个大事小事的，今天一天你肯定是过不去。什么时候吵完这1架，什么时候今天算是过去了，没事儿了。再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，直接说那个最后吧。就是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分手了，就是分手的那段时间，我几乎就是快要达到抑郁的一个状态。当时我是想着，如果我不在了的话，我父母是受不了的。可能用不到2年的时间，我父母也会没，所以不能自杀。但是我那段时间也是吃不下睡不着，就是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玩手机打游戏特别沉迷，我当时也是
但是在分手那段时间，真的什么都玩不下去，你干什么都不行。然后也是这个机缘，然后我学到了就是赵老师讲的因果教育，然后我才逐渐走出来的。然后也是学到教育，我才认识到了错误，改变了我的三观。说这个事情呢，是想要告诉大家，不能忤逆，也不能邪淫。就是恋爱要非常的慎重，恋爱不只是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还有一些很甜蜜的日常。一段感情时间越久，你注入的感情和精力就会越多，割舍的时候是要去掉半条命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等到以后上班了，眼界开阔了，然后再开始这个恋爱，然后一定要三观正、三观合。在你有困难、有难关的时候，对方可以引领你做出正确的选择，走正确的道路，提供正确的情绪价值。然后相互共同进步，共同提升，这个才是一个正常良好的恋爱。再来说一下我的学业，然后像这几天老师们给我们讲的都是得土非常重要，而我在这一块就丢失了太多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我小学的时候，就是前2、3年，我的成绩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就是最低都没有下过90分。在我长期的忤逆中，就是学习也记不住，也背不下来，成绩下滑。当然还有我自身也不够努力的就是原因。然后后面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，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月考名次也还算不错，但是在我每一次的忤逆中，我的成绩就是直线下滑。再后来还有怨恨老师偏心，然后我在学校被欺负，老师也不管我，然后老师不组织课堂纪律，因为我在后面听不见，还有我上课玩手机、睡觉、上网吧、打游戏、看小说等等一系列的事情，就是学生不应该做的，我做了很多，然后我自身也不够努力，再加上给自己设置了这么许多的障碍，最终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那次早恋结束，我就不上学了。母亲特别担忧我的未来，然后给我报了技校。但是在工作中，我才发现专科和本科就是不说知识、见识，还有语言上的差距，就只说同样的岗位工作内容，专科和本科的工资就相差差不多能有1/3左右。就是说，如果我的工资是6000，人家就是8000多，我们干的工作是一样的。自身的技能和晋级路上的这个差距就更不用说了。上班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后悔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人生有一些选择，一旦选择错了，再想弥补的时候，你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它是成倍的。而且如果你没有这个福报和善缘的一个牵引的话，你弥补是都没有机会的，你的一生都会浑噩的。最后我还想说一些开玩笑和骂人的事儿。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是和朋友闹，朋友开玩笑，然后也没有注意一些自己所说的语言词汇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就比如说现在的人闹着玩，可能说哎呀你贱死了，死去吧，滚吧，就是这种话。然后再比如说是一些脏话，但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些词汇的意义，如果对方真的像咱们这些词汇所说的这样，那么咱们会不会太过分了呢？就是像死去吧，如果真的死了呢，滚出去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？这些又真的好，真的文明吗？尤其这些一开始的时候，咱们没有注意这些词汇，一开始的时候是开玩笑闹着玩，不当回事儿，但是你说多了就会不分对象。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，当时也是各种原因吧，有一次我就没有注意这些词汇，我有一次是对着我父母说了一次，当时说的时候就是没有感觉怎么，但是我看完他们的反应，我一下就知道了这个。我说的太过分了，有一些词汇是不能对亲人说的，但是当你跟朋友说习惯了、说多了的时候，真的就是会不分对象，对任何人都说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在说一些词的时候，要想一想它的意义，真的是我们能说的、我们该说的吗？而且现在我在工作当中，如果有人跟我说这些，我以前的一些朋友，有的人会说这些话，我现在听到了以后，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喜欢听，我要远离他。这些不好的词汇也会让你交不到朋友的。感谢大家。